Sony 很快，富士很上进，尼康很稳，这些大家都很熟。但 Canon 的魅力好像很难用一句话说清。它不是最张扬的，却一直有很多人始终。今天我们来聊聊 Canon 到底魅力在哪里。我认为 Canon 最被低估的是舒服，不是规格上的舒服，是使用上的舒服。握把、按键位置、选单逻辑、翻转萤幕，很多地方都很直觉。这些东西规格表很难写，但只要长时间拍摄就会知道差异。有些相机像跑车，快很刺激，但久了容易累。Canon 比较像房车，不是最激情，但很顺，而且耐开。你不需要一直适应它，这种感受很容易变成依赖。而且不止操作舒服，连档案都很合作。尤其人像肤色、旅游、生活记录，很多素材回来就很好用，不用花太多时间修。这也是很多创作者待在 Canon 的原因，不是因为它最惊人，而是因为它很顺手。Canon 很像值得信任的伙伴，尤其在重要的拍摄时、旅行、家人、工作，你要的是稳稳完成，不是冒险。Canon 常常给人这种感觉，不是美项最突出，但可靠、对焦稳、颜色耐看、系统成熟，很少奇怪脾气。这对工作很重要，因为拍摄现场你要的是信任，不是刺激。还有一点很厉害。Canon 对新手友善，但老手也待得住，这很难，因为通常容易上手的进阶性不足，专业导向的又很难亲近。Canon 刚好踩在中间，这种包容性本身就是魅力。我觉得这才是核心，它很少打断你，从开机、构图、拍摄到交档，流程很顺，而创作者很在意这个，因为灵感很脆弱，卡一下就断。好的工具不是让你一直注意它，而是让你忘记它的存在，只专心在画面。Canon 很懂这件事，你不会一直研究器材，而是一直拍。这也是很多人说不出的 Canon 魔力，不是因为某项规格，而是它降低创作阻力。而且 Canon 不只是机身容易让人喜欢，它很容易让人一路喜欢到镜头，这很关键，因为很多品牌机身吸引你，镜头未必让你产生情感。Canon 常不是，很多人留下来是因为镜头味道，尤其35、50、85这些定焦，那种柔和、空气感、高光过渡，有种圆润感。这不是规格，是质感。很多人拍人像很在意这件事，因为照片不只是记录，也是诠释记忆。Canon 在这件事上很多自己的理解，而当你开始累积镜头，其实不是在堆器材，是在建立创作习惯。这会产生粘性，甚至变成品牌情感。我觉得 Canon 很特别的是，它很少需要被大声证明。
你很少看到它最潮的讨论焦点，也不一定是网络最常被吹的品牌，但市场一直有它，创作者一直用它，新手也一直买它，这代表它很多价值，不是靠声量成立，是靠体验成立。这其实很难，因为靠话题红很容易，靠长期留下来很难。Canon 比较像后者，它不是最容易被讨论的品牌，却很容易成为最后留下来那台，这也是一种魔力。而且我喜欢 Canon 一点，它不太抢戏，很多品牌存在感很强，你会一直注意到器材。Canon 常相反，它把主角留给拍摄的人，留给照片，留给作品，不是让工具抢戏，而是让创作被看见。这其实很成熟的设计哲学。如果要我一句话总结 Canon， 是平衡，不是某一项极端突出，而是很多项都够好，而且组合完整。这比单点性能更难，因为代表取舍，也代表成熟。Sony 的魅力是速度带来掌控，富士的魅力是风格带来情绪，尼康的魅力是稳重带来信任。那 Canon 呢？我会说是舒服，是可靠，是低摩擦，是低调，这些东西单看不夸张，但放在一起很容易让人留下来。而有时候能让人留下来，本身就比让人惊艳更厉害。这也许就是 Canon 最特别的地方，它不一定是最令人兴奋，但常常最值得长期使用。而对很多人来说，这就是魔力。我觉得 Canon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优点，就是它很少让人焦虑。这听起来很抽象，但其实很重要。现在很多相机市场常常制造焦虑，规格更新，对焦更快，连拍更多，动态范围更高。你很容易一直怀疑自己手上的器材是不是落后了，是不是该升级，是不是少了什么。这种焦虑其实很多创作者都有，但 Canon 很妙，它比较少让人陷入这种情绪，因为它不是用你还不够来说服你买下一台，而比较像我先把你这台用好，这种感受很不一样。它比较像鼓励创作，不是刺激升级。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用 Canon 会待很久的原因，因为你比较不会一直被器材推着跑，而是可以把注意力放回作品，这很重要。因为很多人拍摄卡住，其实不是设备不够，而是注意力被设备吸走。Canon 在这点反而常常把人拉回拍照本身。如果 Sony 是速度，富士是风格，尼康是信任，那 Canon 也许就是舒服到让你一直想拍。它的魔力不一定最明显，却常常最耐用。那你觉得 Canon 最迷人的地方在哪？请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